坠魔谷，天南第一兄弟。据传众多古堡现世，修士们均想入谷寻找机缘。三人飞遁而来，正是黄风谷的令狐老祖、南宫婉的师姐和一个狮鼻怪人。他们几人竟也来到这天南兄弟坠魔谷，看来也是为了谷中机缘而来。韩立将神石放入谷口之中，神石仅进入谷口100余丈后，就被谷中禁制挡在了外面。仅是入口的神石禁制就如此强大，谷口人群骚动，惊呼声四起。木兰引来了，是木兰法师。一艘20余丈长的锥形飞舟压顶而来，众姓儒生负手而立。乐姓女子神色警惕，天边再现金光，上百道盾光飞射而至，落地化为一众鬼灵门的黑山修士。鬼灵门宗主王天胜说道：鬼灵门修士听令，开始建造传送大阵。半日时光流转，一座100余丈的巨大法阵在谷口成型，符文闪烁不定，这便是入谷的入口。天际一道刺目白虹炸裂，魏无涯现身。天南的大修士气场镇压全场，他缓缓走向鬼灵门众人。王天胜上前抱拳，笑容满面说道：魏兄，你终于来了。魏无涯表情冷漠，语气不善：若谷中没有那物，休怪魏某翻脸。魏无涯也来了，还与鬼灵门联手，这下麻烦。王天胜大手一挥，朗声说道：在下鬼灵门宗主宣布，有坠魔令者可以从传送阵进入坠魔谷。众姓儒生丢出10几块令牌，王天胜接住，木兰众人步入法阵。韩立看见传送阵中一名银发老者，竟是他那位寿元将近的程天坤师兄，被传送而走。韩立当即将手中的坠魔令递给了王天胜，身形腾空而起，跃入法阵，旋即消失不见。韩立进入谷中，向前探索了不到数百丈，竟发现一处深坑。韩立看出其中另有玄机，暗施口诀，轻喝一声：去！风诀一出，瞬间风起云涌，飓风席卷谷中，卷起沙尘，尘埃落定，坑中的秘密显露出来。这是单一火球术造成的，上古修士竟恐怖如此。保险起见，韩立唤出噬金虫，让它向空中飞去。噬金虫飞出不到100米，天空便落下了一道水缸粗的闪电。噬金虫被劈落在地，爬起来飞回韩立手中。韩立收回噬金虫，目光一凝，暗道：果然有净空禁制。为免受禁制影响，韩立贴地向前飞去。突然，前方异响突生，韩立瞬间使出一道绿色光波，却见光波竟没入裂缝消失了。韩立暗暗想到：空间裂缝。魔谷内密林深处，紫灵警惕地环顾四周。韩兄，让我先找鬼灵门标记，他到底有何打算？他望向天空的目光坚定不移。谷内黄沙地，一胖老者在躲避空间裂缝，一道光芒闪过，胖老者被隐形空间裂缝斩成2截。韩立双目圆睁，瞳孔中光芒流转，蓝色世界中一道空间裂缝正位于前方。隐形空间裂缝，若是没有明清灵眼，寸步难行。他化作一道蓝光，绕过裂缝向前飞去。另一处，3人被困在霞光内。该死的鬼灵门！壮汉祭出一块石印，给我破！光芒大涨，石印被弹飞出去。不是说没有空间救吗？云层裹挟着烈焰而下，吞没了3人。灵隐密林，王禅夫妇带着几名门中弟子穿梭于林间。立于树枝上的中姓老者随着手下的喧闹向下看去，穿过密林，一棵巨树出现在眼前。
老者五指成锋，虚空一抓，顿时从树干中拽出一股黑气。果真是在这里叫其他人过来。对魔谷西边小山上，南陇侯和鲁卫英焦急地等待着某人。是他，终于到。韩道友终于来了，我和鲁兄等了好久。南陇侯如释重负，二人一同向内陆飞去。飞至中途，腰间铃铛突然大颤，这感应铃对大部分空间裂缝都不适用。那就是那个人，那些血光是极其厉害的剑士，绝对不要去招惹。真不知此谷原先作何用途，防守如此严密，难道是坐监牢或者囚笼？我来破开眼前的幻术。内陆入口显露，南陇侯奋千里向内飞去，鸟儿飞入，便没了动静。千里里被条巨蟒吞了，这物应该也是这畜生所为。一条上古蟒蛇，我们三人联手应该不难对付。它总不可能比那只火蝉兽还难对付吧？阁下隐藏在旁边，看了如此之久，是不是也该看够了？黄天明，是你？鲁兄认识这人？天道盟一个小宗门的修士，据说得到过上古隐形符。三位前辈息怒，晚辈刚到这里不久，马上离开。鬼鬼祟祟地隐身在我们附近。鲁兄，他是你们天道盟的人，你意下如何？我的意见自然是灭掉了。法旗化为一道飓风，奇快无比地追上了黄天明。他惨叫一声后，被飓风中的无数锋刃绞碎。鲁兄做得妥当，如此一来，就不怕此通道被外泄了。用上古隐形符追踪我们，此有余辜。三人穿过外围风墙，抵达灰雾源头。数道风龙飞出，向灰雾冲去。风龙刚进雾中，便被水缸粗的尾巴击碎了。鲁卫英连忙捏出法诀，大喝：“破！”剩余风龙纷纷自爆，发出刺目白光，冲散灰雾，露出雾中的三首乌蛇。南陇侯唤出金剑法宝，激射而出，却被护体霞光挡下，化为虚无。韩立掷出一座银钟，亦被霞光挡了回去。巨蛇紧盯三人，突然卷起沙尘，狂风将金剑银钟卷走。韩立内心惊呼：“好快！”南陇侯大惊道：“二位道友，我的飞剑被困，此蟒不是凡物。”言罢，他将一枚法宝指环掷出。鲁卫英使出法术，周遭生出数道至白火球。韩立掏出储物袋，倒出6道白光，白光落地，化作3浪，2牛1马。巨蛇见状，张开血口，口中浮现黑色漩涡，风眼中空气顿时一滞，地上沙石飘起，向漩涡飞去。强大的吸力使众人不得不全力抵挡。面对古蟒强大的吸力，韩立施展千斤坠，如钉子般钉在地上。2头红牛傀儡，红光一闪，4道翅膀射出，蛇心腹痛收缩，白狼傀儡，锋利的爪子抓在巨蟒的鳞片上，也只留下一段的白印，却无法伤其分毫。蟒头如烟一般一挥，白狼被击飞，舌头一晃，一口咬着另一只白狼。韩立面色冰冷，两手掐诀，口中冷冷吐出豹子。白狼傀儡随即自爆，刺目白芒从蟒口中爆发，蟒头凄厉惨叫，痛苦不堪。去10数颗至白火球向巨蟒漫天喷射。南陇侯手一扬，只
环幻化出满只幻影，一缕光影射向巨蟒，至白火球攻向巨蟒，指环上的利器打在巨蟒7寸处，随即化为一个绿色圆，内形7寸，巨蟒光亮不堪，头颅狂撞地面，7寸上绿光闪烁不停。韩立一翻手，将千重凤五宝击到空中，此物在法诀催使下狂涨不停。巨大的千重峰顶部喷射大片黑霞，巨蟒在黑霞中动作凝滞，山风轰然砸下。韩兄的宝物甚是厉害，妖物被砸死了，我来取出妖丹平分吧。卢卫英虚空一抓，3颗舌头内的3颗妖丹被吸到手中。这妖丹不错，走吧。火禅兽的洞口就在前方，穿过此山洞就是内谷。但洞中有10余里长的北极圆光，凶险万分。鲁卫英感觉石壁古怪，放出飞刀，只留下浅淡刀痕，刀痕内有粒粒的银光。石壁里富含珍贵的钢银砂。韩立突然抬手放出小剑，也只在石壁上留下数寸深的剑孔，孔内银光点点。这石壁本身就蕴含着一条钢银砂矿脉。先敲些钢银砂再走吧。鲁兄，别在这浪费时间。老夫竟被宝物蒙心，多谢提醒。南陇侯和鲁卫英走在前面，韩立故意放慢脚步，走在最后。韩立脑中响起大眼神君的传音：你操纵噬金虫钻入石壁，它会吞噬钢银砂，吐出钢银结晶。韩立一抖袖袍，使金虫一窝蜂飞出，毫无阻碍就遁入了石壁中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韩立快步追上2人，前方通道豁然开朗，鲁长老被前方的景象震撼到了。这就是北极圆光，只有韩道友的2仪环方可防止。韩立抛出2仪环，转眼间就化为巨环悬在头顶，巨环放出乌蒙蒙的光照，将3人都糊在了其内。银色光丝如同受惊的鱼群，奇迹般的弯曲，避开黑环和光照。韩立将一颗拳头大的蓝色圆珠扔出黑光照外，是颗银丝的威力，银丝瞬间就洞穿了圆珠。好厉害的北极圆光，若无2仪环，我们也会被轻易洞穿。鬼灵门却另辟蹊径，选择了一条进入内谷的密道。这只古兽是看守冰缝密道的，已被我们斩杀，吩咐众人下冰缝，直达内谷。峡谷前，巨大的法阵挡住了通向内谷的路。天津道友，还是跟老夫一起联手，破除这阵法的禁制，如何？原来是玉灵宗的大长老东门徒带来的全是元婴修士。天津道人心里生出慌乱。贫道恭敬，不如从命。但进入内谷后，我们就分开，各行其事。好说好说，你这个元婴级的傀儡看起来战力就很强。这就是内谷，此地不愧为上古战场，而那些空间裂缝才是大麻烦。天地灵气的根基都被摧毁了。空间裂缝怎么会这么多？还会自己游走？不用担心，我们按苍坤上人遗书中的路线走，应该安全。跟我来，跟紧了，千万别飞错半步。前边山下的洞窟就是那火禅兽的巢穴了。果然有高阶妖兽的气息。简单，以韩道友的寒冰为主，我2人为辅助，直接灭杀那火禅兽。鲁兄，火禅兽的巢穴一半建在熔岩中，受伤后跳进熔岩就能恢复。只有布下法阵，诱他入阵，才能灭杀他。在外围多布一套法阵，以防不测。韩立一拍储物袋，放出白狼傀儡兽，去，把火禅兽引出来。一只浑身火红的巨大蟾蜍正在酣睡，呼出红色云霞。白狼傀儡进入7、8丈高的火焰通道，空气高温扭曲。呼呼大睡的火禅兽感应到了危险，一下盯住了眼前的白狼，
白狼掉头就逃，火蝉兽紧紧追赶。巨龟傀儡，该你上场。没见过这么丑陋的海龟。巨龟傀儡，跟我走，又他入阵。这么菜也敢找上门，追上吃掉！糟糕，人类险恶！他已入阵，我们联手斩杀他。蓝铁飞哥，给我斩！火焰红煞甲，一级防御。破斧头，老哥给我震晕！居然毫发无损，好强悍的火焰甲！南龙兄，快祭出水龙！水龙现身，缠绕！一条破烂冰龙也想困住本哈，不量力！还是会动符安全键，本哈走也！想走，我同意了吗？疼死我了！大更见阵，见，去！成了，韩道友好神通，终于斩杀这火兽。我来收起法阵。别收，他没死。不灭之体，火蝉竟有此等天赋神通，怪不得苍坤上人这么忌惮此兽。前蓝冰焰，去！所谓不灭，不过是生命力强些罢了。我来坠魔谷，就是为了火蝉兽的妖丹。能灭杀火蝉兽，多亏了韩道友，妖丹自然归韩道友。去此兽巢穴吧，想必韩兄对里面的宝物也大感兴趣。那是自然。这就是苍坤上人所说的遗骸了。咦，这件袍子能隔绝神识，有些古怪。没什么，只不过是一件青蚕袍而已，在上古时代很普通。南陇兄，不妨打开储物袋，韩兄没意见吧？有劳南陇兄。果然有不少东西，我们怎么分呢？主人，那个白色玉盒里有炼制千扇的方法和材料，一定要抢到手。敢不给？呵呵，那就弄死这俩人。好惊人的灵气，只闻一口便觉精神一振。看来是珍稀类的古灵丹，这么大一个瓶，却只有1颗。2个瓶就只有2颗，我们3人分，有些难办。这2枚灵丹，我和鲁道友1人1枚。韩兄可从剩下的古宝中优先挑选1件，没意见吧？服下这古灵丹，定能修为大涨，机缘就在眼前。韩某自然全力争取，我放弃其他宝物，只要这2枚古灵丹。韩兄啊，你年纪轻轻，寿元还很长，何必与我们2个寿元将近的老朽争抢古灵丹？韩兄若放弃灵丹，其余宝物让你优先挑选，甚至这面紫色古镜和炼宝法器都归你。我对炼器颇感兴趣，除了镜子，那些材料和白色玉盒也都归我。骨骸身上的这件青袍，南陇兄并不在意，我带走了。2位没意见吧？南陇兄，意下如何？啊，哎，就依韩道友吧。韩某这就告辞，原路返回。去，追踪。小心些，总是没错的。韩小子虽是元婴初期，但神通不小。方圆10里、1000里里，没发现他的气息，最起码不在这附近。既然韩小子走远了，我们正式开始寻宝。
南陇侯念动苍坤上人留下的密咒，那具晶莹的骨骸出现变化，紧接着异象横生。鲁兄，这才是通往宝库的密道，我们进去吧。真想不到，遍布熔岩之地，竟有如此阴潮之处。我对那血咒之门的事，倒相信了7、8分。鲁兄原来对本侯的话一直将信将疑，若非开启此门需2名元婴中期修士，我不会拉上你。血咒之门真的就在此地？就在潭底，只需撤去苍坤上人的禁制。鲁道友，快随我进入漩涡。分水奇，让水面分开。南陇兄竟有此等宝物。鲁兄，跟我来吧。血咒之门，看得老夫心惊肉跳。老夫先试探1、2。鬼脸竟是活的。破解此门，需下咒之人的精元，这古修骸骨正好合用。就是现在，快动手！这东西邪门得很。哼，装神弄鬼。这老家伙如此急切，莫非有什么独吞的心思？天元果，万年补天枝，那是金雷竹。鲁道友，我要是你的话，就不会如此莽撞。仔细看清楚四周。咦，这好像是传闻中小须弥金刚阵，佛宗的法阵，怎会出现在这里？此阵叫金刚困仙阵，必须用蛮力攻击，消磨它的持久力。咦，这是什么？竟然还有隐藏的逆天宝物！这些宝物折寿10年也值。事不宜迟，破阵后你我平分。南陇兄如此说了，在下自然从命。破阵！宝物到手，这元钵绝对是顶尖古宝。南陇兄，你这是何意？元钵的归属稍后再说，这灵药一人选1样，全是幻影，怎么可能？哇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夺舍，夺舍，绝不能让他夺舍成功！杀！徒手挡下法宝，夺舍的是什么怪物？只要是邪魂，好阳杀定能挡住。本尊终于出来了，这一剑注定是要属于我们圣界的。不好！居然能借我一击不死，本尊就拿你血祭一番。肉身挡不住了，元婴赶紧遁走。
魔谷的禁制不过如此。紫菱姑娘，只要你还活着，就能收到此符箓的召唤。必须尽快恢复法力，追魔谷内步步杀机。还好，活着，来了。紫菱姑娘，你来的倒很快啊！快，我在此地等了道友多日了，少说也有6、7波修士搜索过来。若韩兄再不来的话，妾身恐怕无法在林中藏下去了。让紫菱道友费心了，我们尽快去找灵珠果，别让鬼灵门的人抢先了。我们跟着飞鼠就能找到。这就是灵珠果。没错，就是此果。无论外形还是标记，是说明是此灵物。我这就过去，将此果摘下，省得夜长梦多。你先摘去吧，仔细了。这灵珠果甚为奇特，必须用木质东西盛放，否则药性几天都无法保留的。多谢韩兄提醒，我会多加小心的。终于得手了。紫菱姑娘不再取一枚？不用了，只取1枚就足够了。这次全靠韩兄神通才能得此灵果，小女子不会厚颜平分，剩余的韩兄就收起来吧。紫菱姑娘既如此说了，那韩某就不客气了。走吧，此地不可久留，鬼灵门的人随时会追来。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炼化灵珠果。这个自然，去何地方就由韩兄拿主意了。跟我走吧，先炼化灵珠果再说。这坠魔谷一隅之地竟包罗万象，不知是天生存在，还是上古修士施展莫大神杀造就的。我用神识扫过，这里比较安全。你我2人分头去将灵珠果炼成丹药吧。多谢韩兄了，我就先告退了。我在此开辟一个山洞，将灵珠果炼化成造化丹。傀儡们，护好洞口。造化丹虽是初次炼制，但材料充足，必须一举成功。韩老全身心这段路程净空，不能飞行，只能走路。不过，顶多1、2时辰就能走到那里了。门主，魏某现在对道友如何知道灵渺园的事情更加好奇了。注意，空间裂缝还是隐形的。这空间裂缝竟如此隐蔽。这个是，这还是你亲自转教我的。有关灵渺园的一切，就是从此画轴上得来的。不按约好的流程吗？现在当着这么多人把我唤醒，难道不想进行交易？你再三保证路线安全，你自己看看那道隐形裂缝，
又让本门白白死了一名弟子。我当年选的路线绝对是安全的，怎可能出问题？我该怎么称呼你？难道阁下就是当年的苍坤上人？奇怪，当年这里的确没有隐形裂缝，看来应该是新形成的。是新形成的裂缝，无需惊慌，我会化钟了。王门主，此人真是昔日的苍坤上人？灵妙园的事情是他说的吧？他只是苍坤上人一具化身的残魂，养在化轴中。真正的苍坤早死了。你和他有过什么协议？老夫不过问。我只想进入灵妙园，为日后飞升灵界做好准备。走，只要到了祭坛顶部，我们就能找到灵妙园的入口。大家小心，阶梯上有禁制。好重的禁制，登上一级竟然如此费力，身体变得好重啊！终于上来了，这里就是灵妙园的入吗？好古老的阵法，这些麒麟石柱很不寻常。王门主，现在已经到了此处，灵妙园的入口在哪里呢？魏道友且莫心急，破除入口禁制，只有画中残魂才知道。我唤他出来。不错，就是这里。没想到还有一天真能回到此处。照约定，我已经将你带到了祭坛，现在该你履行诺言，打开灵妙园入口了。灵妙园入口就在祭坛上空，几位道友往4根石柱注入灵力，破除禁制，交于在下。随着磅礴灵力的注入，沉寂千年的麒麟石像如活物般苏醒，双目赤红，杀机骤现。这就是你所说的灵妙园入口？想进灵妙园，必须借助裂缝，需冒风险。我也只有6、7成把握。你要做什么？居然敢跟我玩小心思，自然要惩戒一番。一缕分神，还真以为自己是苍坤上人？知道了，我这就打开入口。去！下面就看诸位神通了，往绿光中注入灵力，即可彻底打开通道。3大元婴高手的磅礴灵力毫无保留地轰入裂缝，硬生生在狂暴的空间乱流中撕开一条空间通道。若不想有去无回，最好继续注入灵力，让空间通道彻底稳固。别说未凝形的小鬼，就是鬼王力破此通通也会魂飞魄散，必须拥有肉身才能进入。我已经感应到通道对面了，我没那耐心等待，先入通道了。这绝不是灵妙园。师弟，你感觉到了吗？这里的魔气是我们人间2倍以上，在这里，我的魔功威力凭空增加3成。他若不给个理由，王某自会让他尝尝炼破之苦。哪里跑？修文咒竟然对他失效了！我倒要去看看他到底打什么鬼主意。这是什么？好浓的魔气！ 2位道友修炼上古魔术，能感应到此地魔气远大于外界吧？这里是人界与我们圣界交界之处。圣界，你是古魔？只要助我解除这封印，我会借圣祖大人的真魔之气给3位灌顶，造就无上魔体，进入化神期指日可待呀！糊涂了吗？魔气灌顶之后，你们就会丧失神识理智，成为古魔的傀儡。
知道我魂石的位置。我的破魂蛇专克阴鬼，灭你一缕精魂，易如反掌。赶紧走，此地十分危险，不可久留。谁允许你们离开了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留下小命。话中的儒生并未消亡，得此地魔气加持，显现出一分古魔的本相。战魂飞刀对此魔毫无作用。快收回功法，他在吞噬我们的灵力。解体化形，魔宫中的无上秘术。解体化形大法！快跑，来不及了！韩兄，几日不见，看来你已将那灵烛果炼化后吞服了，气色大好啊。看来紫菱姑娘服用后效果极佳，进阶结丹中期指日可待。韩某先恭喜道友了。韩兄说笑了。出了什么事情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好，这股力量太可怕了。后退，躲好。这蓝冰竟比金刚还硬，他到底还有多少神通？这气浪若是冲出去，那些结丹修士就倒霉了。不管这是什么，我们赶紧原路返回，趁乱脱身。咦，怎么是他两个人？令狐老鬼和南宫婉的师姐，两大元婴修士竟然被追杀得如此狼狈。你们想去哪里？连同伴都不要了？你二人元神凝后，正好当本尊的大补之物，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。南陇侯，他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？魔气冲天，不可轻举妄动。明明知道不是我的对手，还非要反抗，愚蠢至极！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进入坠魔谷的元婴修士有数十个之多，你再厉害也难逃一死。10个元婴修士，好极了，都吞噬掉，本尊魂力能恢复7分。那是破邪宝刃，竟然被随手破掉，这到底是什么邪灵？完了，完了！休想得逞！好险啊！附身南陇侯的异灵，就是你口中的蛊魔。
当然是古魔，与他对决，3个你也不是对手。再不跑，我这点残魂怕是要交代在这里了。随我来。居然能识破我的瞬移神通，金蝉脱壳，与我们战斗的竟然只是一道分身。这道分身竟能瞒过我们的神识，若他的真身偷袭的是我们，必遭毒手。你修为太低，先离开这里，我们会牵制住此魔。修为太低，不值一吃。辟邪神雷，你居然有此宝物，看来解决你得花一番手脚。明清灵眼，开！你找死！这古魔竟能抵挡辟邪神雷！雷遁术，你懂的东西还真不少，我更加不能放过你！不好！哪里逃？噬金虫，去！休伤我的噬金虫！无色光柱，放！虎头傀儡，去！自不量力！哼哼。天绝魔师，你怎么会有此物？好硬的材料，震得手疼。等我收拾完他们，再来炼化你。该死！这小子体内的辟邪神雷竟然源源不断，那紫色火焰更是危险至极。魔头，受死！好诡异的遁术！韩小子，若没有杀手锏，还是逃命吧。古魔不是你应付得了的，老夫可不想陪你一起送命。去！入了我这剑阵，就是不死也得脱层皮。剑阵，这你也会？这还是人吗？什么？竟然徒手接住了古堡！我的明阳环！嘿嘿，再魔化几件你们的宝物，我就可以饱餐你们的元婴了。不管如何，必须激怒这魔头，引他进入剑阵。好，这个孽畜居然也来了！听这吼叫声，难不成那边又来了一只古魔？韩道友，多谢救命之恩，若非道友，老夫此劫难逃。救命之恩谈不上，现在两位有何打算？要不要跟上去看看？别去，跑吧！腐蚀毒云，那是魏无涯大修士的独门毒功。我们被锁定了，再不走，恐怕就走不了了。原来是程师兄，他们竟然把这战场当成了宝物现世的异象，迫不及待地去送死。既然有道友前来相助，我辈除魔卫道义不容辞。魏无涯已发现你们，若不去，事后追责，宗门也保不了你们。我先杀过去了。走吧，
除魔未到，老夫也义不容辞。师妹的男人，手段高深莫测。以前我居然小看他。天啊！竟然又出现了一只古魔！此魔随手一击，便是毁天灭地的魔焰。程师兄，这魔物危险之极，魏无涯也不是对手，暗中还藏有另一只南龙古魔，速速结阵自保。此乃上古妖魔，他正在炼化体内封印，若不阻止，坠魔谷内无人能活。木兰人马上就到，拖住他！被这目光扫过，如同被深渊的死神盯上。这小子居然有能力与我对视！此魔也会打偏？不，那里有南龙古魔。此魔竟将飞来的漫天魔焰压缩成掌心的一颗火球，一口吞下。果然是你！我不过是你的一道分魂，你终究还是找上门来。你胆子不小，竟然敢对我出手了！看来你这分魂自以为独立了。当年放你出去吞噬掉那许多修士的元婴，长本事了，还强行解体化形。折损了这缺体4成的修为，只要本尊吞噬了你，此界任我逍遥。到时候重新打开圣界通道，我便能位列圣祖。以我先吞了这些人类的元婴，大补一番，别让他们做渔翁得意的美梦。正合我意，我一人也可杀光他。两头无人能敌的古魔，放出令人绝望的魔界光幕。猎杀游戏开始。